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今天要来换小米打气机的电池，因为它的型号比较长，所以我就用下标题的方式给各位知道就好。今天最主要是要来换它的电池，因为它已经不堪用了，充饱电然后又没几分钟它就没电了。然后有时候充饱电放几天以后，开机可以开机，但是你怎么按它都没有反应，所以这个就是电池耗弱的表现。之前有网友问我说，小米的保护板能不能买得到？那因为我这边之前收到了这一台，它刚好有一个保护板。那因为小米的保护板有没有锁板功能，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更换后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我今天先用这一台来更换看看，然后测试一下看能不能使用。那如果能使用的话，我再来换这一台的。但是我这一台还是要先把它拆掉，因为我要看它怎么接的。那我先把这一台拆掉。外壳要拆，就是先把这个遮羞盖拆掉，然后里面4个螺丝拆掉，稍微推一下它就可以拿出来了，就这样子给各位看一下。接下来因为我们要看的是电池的部分，那电池是在这边，所以我们这边的螺丝全部要拆掉。好，那你在拆你的手只要注意马达这边，你手不要伸进去，因为有时候你不小心一启动它，你可能会受伤，所以这个你就稍微注意一下。那螺丝这边有6个，那你把6个螺丝拆下来，就可以看到整体的机器了。电池是在前面啊，说错了。那电池在前面的话，我们这边就要把它拆掉。那这边一样有一些螺丝，我们就是把它拆掉。接下来我们把面板拆下来。那面板它有2个插槽，我们要把2个插槽拿下来，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样子控制板就可以拿下来了。那接下来就是电池这边，这样子电池就可以拿下来了。那电池的部分我们可以先给它解焊，因为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那我们先把电池解焊。那要解焊电池，这个应该不会很困难，因为我看它也是用一个镍片，然后点焊上去的，所以应该是跟一般的手机电池它们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我看一下能不能先断电，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不行，因为它是直接连接到马达的，所以这边可能比较麻烦一点。那我们这边稍微把这个保护贴拿掉。然后这边解焊的话，这边2个，这边1个，所以我们就是把这边解焊掉。那解焊这个，我们先给它上一点点助焊剂。那这样子就解焊起来了。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各位，因为它这种铁片焊接上去的，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所以你如果没有用助焊剂，它的导热效能比较不好，所以你在解焊的时候会比较难解焊。那你可以在烙铁上面用一点点锡，让它整个温度可以这样子传导进去，这样就可以了。那你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之下，你要解焊的话，你要注意千万不要去碰到其他相关的零件，要不然可能会造成短路。那这边已经解焊起来了，那这边你就尽量不要去让它导电到就好了。理论上保护板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拿下来了。保护板下面这边还有一个螺丝，那总共有2个螺丝，你把它拆下来。那这样子保护板就拿下来了。因为我们要测试这个保护板是不是正常的，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接上去，因为这个电池还是可以用啊。那我这边一样进行解焊。那我们这边将它上面的一些被破坏的镍片解焊以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电池装上去。那要装上去的时候，一样就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电池跟保护板的作用原理是什么。你要进行这个操作，你再操作，要不然你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我们先把保护板固定一下。那保护板固定好以后，那通常我都建议你要焊接的话，先焊接负极，正极最后再接。这样子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一点啊。那这一个比较没有关系的，我们先把它接上去。那我们这边就是先把负极接上去。
接下来我们最后就是把正极接上去。这样子就接好了。那我们电池焊接上去以后，一定要特别注意正负极这边的保护，我们要把它粘好。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你要记得哦，要不然到时候你的保护板一贴上去，一不小心可能会造成短路。那贴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装上去了。那装上去以后，建议你一定要先把电池固定好，这是为了安全起见。那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的话，一定要装上这个控制板。那理论上你更换新的电池以后，保护板还是要激活，不管它有没有激活，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如果不用激活的话，有时候这种控制板它一接上去，它会瞬间启动。所以你在安装这个控制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的手一定要离开这个马达这边。就是它会有做动的地方，你手要离开，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将感应器的线跟这个开关的线接上去。那要先接哪一个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好接就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接上去，那这个也接上去。好，那接上去以后，我们就是把控制板压上去。那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它可能会瞬间启动。那你压上去它没有做动的话，就是代表它可能要激活。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控制板先固定好。那你在锁这个螺丝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起子机，因为有时候起子机你如果比较不会控制的话，它的扭力比较大，你可能比较难控制。那锁的部分，我们就是建议你尽量用手下去锁。那这边都安装好以后，我们可以尝试按按看。那它目前都没有反应。那接下来我们就将电池激活一下。那激活的方式也是很简单，我们就是把它插电就可以了。那看它有没有在充电，它有在充电就可以了。那激活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尝试看看，这样子它保护板就激活好了。那它目前显示是18哦，就是这一个感应器的问题哦。这个我们在之前那一篇已经有讲解过了。这样子电池也没有办法测试，因为18的话变成我要换这一台的，把它换上去才有办法进行测试。但是目前能通电的话，就代表说它的保护板是不会锁板的哦，因为只要它不锁板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换自己的电池。为了要测试保护板会不会锁板，以及这一个保护板功能是不是正常，那我考虑后还是决定要把感应器拆下来，更换过去以后再来进行完整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一个感应器拆下来啊，这一个是好的，这一个是坏的。那拆下来以后，我们直接把它更换过去。更换过去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控制板装上去。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将保护板进行激活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安装就要特别小心。你的手一定要离开马达这边。那我们先装感应器这边，装好以后要压下去就要小心了哦。有没有？你只要一压下去，它就会瞬间启动。接下来一样把螺丝固定上去。那安装好以后，我们来测试一下。保护板又失效了，再激活一次就好。那我们测试看看 ，OK， 可以了。它18的故障代码已经不见了。那我们稍微按一下 ，OK， 电灯也没有问题。那整个选项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启动看看。哦，可以。那我们稍微提高一点，我们到30 PSI， 我们测试一下。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电池，你看，那刚打完没多久就已经没电了。那我昨天已经有充一整天的电了，所以这一颗电池还是要换的。那这样子经过整体的测试，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台的保护板还有马达都是正常的。那我这一篇小米打气机的电池保护板锁板测试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